随着片刻间的对抗下，巨龙所爆发出来的力量中有着一缕缕神秘之气再度升腾而起，最后这里的所有淡紫色火焰全部吞没，最后两股强大的力量也逐渐的消失而去。刚刚那些淡紫色的火球威力也瞳孔极为的不凡，可是就算是如此，都无法冲破英俊男子和惊艳女子所施展出来的圣龙气域。没想到之前在禁地中有着如此的蜕变和突破，不愧是他的俩孩子。那位拥有神兽之躯的男子极为满意的笑道。对于这两位一男一女的年轻人，只能用羡慕二字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态了。那所展现出来的天赋，简直就是无人能够与之匹敌的存在。就算是一些神之天骄，都还在追逐他们的道路中。终于将这些东西解决了，不过这些火球还真是强大，没想到就连我们的圣龙气运都能够差点被其攻破。不过还好，将这些火球吞噬。英俊男子拍了拍手，吐了一口气，笑道：哥，这次还好我们回去禁地修炼了一番，不然的话，我们就算有圣龙气运，也无法那么快解决了这些火焰。那位长相惊艳的女子对着身旁的男子呢喃道，同时她的表情也是浮现出了有惊无险的样子。哈哈哈，你们已经很强大了，要是我的话，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被将这些东西解决。此时体型壮硕的男子走上前来，一脸微笑道：也是，自从我们从禁地出来后，我的实力也突破到了4重天位神，再加上对圣龙气运的深悟，的确能够与5重天位神的超级神指对抗一下。英俊男子不置可否，他也花了不久的时间，已经从2重天位神的实力突破到了4重天位神。敢问在整个第1等级世世界，能够做到这样的天赋型修炼者，都是可以屈指可数。如果现在萧炎在这里的话，或许都会张大嘴巴无比的惊叹，因为这3人正是之前在前往上古圣地的路上所遇见的小龙和雨涵。之前他们还只是2重天位神和1重天位神的实力，如今早已经突破了2个重天的层次。走吧，这次在宫中得到的消息说，这神火大殿的尽头便是灭世神火的本源所在。小龙也是将目光看向巨门之中的深处，呢喃道：哥，不等姨娘过来吗？这样我们贸然进去，会不会等下被挨批呀？雨涵显然有些惧怕他的那位姨娘，平日里对于雨涵怕是有着一丝苛刻。闻言，小龙直接翻了翻白眼道：妹妹，你那么怕我娘呢？没事的，到时候有什么事情我来替你扛着。见到小龙这样说，雨涵也是稍稍放松了一些。平日里他的这位姨娘对他的确很好，可是在修炼这方面对自己却是苛刻的要命。自己本来不想修炼什么神元之气和圣龙气运等这些力量，可是后面就被姨娘一直苛刻的要求必须让自己当上一名修炼者。所幸皇天不负苦心人，雨涵从不爱修炼的性格变成了有时候自己都会无比刻苦去努力提升实力的天赋修炼者。哈哈，小龙也说得对，这里不是还有我吗？不要忘了，我也从禁地中获得了强大传承。如今我的实力虽然比你们要弱一些，可是要不了多久，我也会超越你们。这位体型壮硕的男子微微一笑，如果被萧炎看见，眼前这男子也是之前就认识的那个人，而他就是夭夭的守护兽祖涛之神吞吞。吞伯伯还是如此爱吹牛，哈哈哈！小龙与韩二人拿着吞吞开起了玩笑，然后他们看了一眼巨门之后的空间，沉默了一下，旋即开口道：我们走吧，好想快一点见到灭世神火的本源。随着小龙的话声落下，身形微微一动，率先掠进巨门之后，在其后方，雨涵和吞吞二人也是迅速跟上。进入巨门之后，小龙他们望着一道道掠出的淡紫色火球，眉头轻皱，没想到在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火球。很快他们又陷入那无穷无尽的淡紫色火球攻击范围之中，似乎只有着一直闯下去，方才能够破了这个局。这神火空间的确太过诡异。小龙等人施展出强大的圣龙气运后，也是将诸多的火球轰碎。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3人也是感到了一些无奈，因为就算一直轰碎这些火球，还是会有诸多的火球朝着他们袭来。这些密密麻麻的火球仿佛也是有着意识一般，因为这样轰击下去，的确不会将小龙与韩吞吞他们击败。然后下一刻，却自有一股极端可怕的炙热气势弥漫着这片空间。这股炙热的气势仿佛是要与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化为了一条淡紫色的火焰巨龙，盘旋在他这些小龙与韩他们的头顶上空。小龙他们望着这里的阵仗，眉头都是忍不住的缓缓皱起。虽然之前打开了巨门，可是在这巨门之后还有如此难以破解的战局，而且他们越往里面走近，这些淡紫色的火球威力也逐渐的变得更强起来，甚至这些火球更是凝聚出了一条巨大的火焰巨龙，一股惊人的波动直接将空间给扭曲了起来。感受到眼前这条巨龙所散发出来的气息，至少也是堪比4重天位神巅峰的神指强者。不过他们遇到的不是贝人，而是小龙以及雨涵等人，他们可都是神渊宫公主的孩子，自然有着不异于常人的强大战斗力。一名4重天位神巅峰的神指强者，在其他神指眼中或许是无敌手，但是同境界，小龙说最强就没有人敢说自己更强。但是这条火焰巨龙的气息波动还未停止，那飙升的速度也是极其的快，如果再让它凝聚强大的能量，怕是能够直接堪比一名5重天位神的实力。到时候就算有强大的圣龙气运，也只能置之抗衡1、2，却是不可能做到可以击败对方。
哥，这些火球正在不断的凝聚，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我们也会处于危险之地。哈，我怎么可能会让他成功得逞？看来小龙早已经做出了应对之法。大神界圣龙气运掌！小龙一声斥喝，体内的神之力量也是彻底的爆发而出，并且伴随着极其神秘的气运之力，开始在自己的身后空间汇聚。同时，他的眉心间同样也有着光芒闪烁，仿佛可以听到其中的有着龙吟之声在咆哮。随着眉心间的光芒再度一闪烁，便是在身后那空间上凝聚出了一道金色巨掌。只不过在这巨掌的指尖处，可不是寻常的手指头，而是拥有着龙头的手指，并且它们不断的蠕动着，一股极强的力量直接在这片天地弥漫而开。然后在小龙那坚毅狠绝的目光下，将这由圣龙气运所凝聚出来的巨掌对着那火焰巨龙全力拍出。在这一操作下，那巨掌洞穿空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整个天地都是疯狂的颤抖着。小龙的这一掌实在太强大了，一道碰撞的声音在那空间处彻底的释放开来，恐怖的能量冲击波顿时间朝着四周席卷开去，使得空间都激烈的摇摆起来。对方的火焰巨龙仿佛也是被这一掌击中，不知道是不是疼痛的咆哮，还是愤怒的咆哮。在如此可怕招式的对抗下，持续了不到一会儿的功夫，火焰巨龙和巨掌的力量逐渐的消散而去。看到小龙竟然击退了那道火焰巨龙后，雨涵以及吞吞都是惊呼的张大了嘴巴，因为刚刚那火焰巨龙的威力，就算是他们都没有把握与之抗衡，可是小龙却是真真实实的做到了，这实力也太过强悍了些吧。哥，你竟然将老爹的圣龙气运掌练成了！雨涵惊呆的看着小龙，这一招可是他们那位神秘又强大的老爹招式之一，这一招雨涵也修炼过，可不管如何都无法参透其中的气运玄奥，所以也就无法将此招练就成功。我也只是刚刚领悟不久而已，虽然已经将这一招施展出来，可是还不到老爹的1/1000呢。小龙竟还是有些不满意的说道。可这些话进入雨涵和吞吞的耳朵里时，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一般的炸响。在雨涵和吞吞对小龙无语了片刻之后，他们三人开始深入其中。果不其然，再次遇到了阻碍，但紫色的火球再度出现，而且出现的数量以及其中的能量也愈发的强大起来。小龙、雨涵和吞吞三人也不是省油的灯，直接对着这些火球释放出诸多强大的招式和神之技能。吞吞夺，我们这样闯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雨涵的柳眉微微一蹙，忍不住的道：就算他们这里的人实力不弱，但若像这样永无止境闯下去的话，迟早体内神力也会枯竭，就算是超级神指也是无法一直的坚持这样消耗下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神火空间经过灭世神火100万年的经营，说这里是龙潭虎穴也不为过，不然的话，在这么久的时间流逝下，他也不会一直都未曾被其他神指捕获了。吞吞摇了摇头，一字一句的缓缓吐出道：对于这个答案，雨涵的柳眉头皱得更深了一些，但这也是无可奈何，这神火空间太过诡异了，只要他们闯过的地方，在他们离开后便是会诡异的消失而去。这般意象仿佛就是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将他们悄然抹除了一般，让得他们也只能不断的前进着。在接下来的时间中，依旧是枯燥的闯关，而且闯关的模式也极为的单调，都是如出一辙的火球，唯一的差别便是越到后面，这些火球的实力也是变得越强大，甚至在最后一次时，连吞吞这等强悍的神兽之躯下，都是与那火球大军对碰时出现了一些伤势。小龙和雨涵二人虽说情况还好，但也是面色逐渐凝重，一路闯下来，不亚于与多名超级神指相斗，那般消耗可是不小。巨大的巨门，背面无表情的小龙一掌轰碎，石蟹爆射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宫殿，而在见到这个巨殿的第一刹，众人心间都是升起许些疲惫。这种永无止境的闯关，究竟还要多久才能结束？小龙的目光微微一凝，他所释放出来的神魂力量，感觉到有一批极其强大的气息朝着这边急速而来，其中有一位更是超乎了他的想象。哥，怎么啦？雨涵见小龙那脸上挂着的诧异之色，便是疑惑的道：有敌人来了。也就在小龙的话声落下之际，一道嘲讽之声从后方传来：哈哈，这点攻击你们就坚持不下去了，还真是没用啊。很快便是真的有数百道的身影出现在此处，然后看其整齐的着装，应该就是巨无霸的联盟势力神指联盟。小龙、雨涵、吞吞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突然那出现的一大批神指联盟之人，可是他们也并未有所紧张之色，反而非常的平静。既然你们没有什么本事，就给本神君滚开，接下来就由我来见证，这灭世神火只能归我所有。说话的自然是神指联盟的四御天神君米欢。小龙等人的目光锁定着四御天神君的身上，一道身材凹凸有致，极品倩影笔直而立，却在他的身上有着一股宛如泰山压顶般的强悍气息，自其体内弥漫出，令得小龙他们的身体在此刻轻轻地颤了颤，脸庞上也是缓缓地涌上凝重之色。小龙虽然那是拥有4重天位神的实力，可是眼前的这位四御天神君比起他们来，却是还要强上很多很多，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面的。6重天位神的实力还真是幸会啊。小龙微微一笑，可他的内心之中却是猜想着，刚刚那可怕的气息究竟恐怖到了这种地步。虽然自己拥有圣龙气运之力，
可面对比自己高2重天的强大对手，终于是开始认真起来，直接是收起了之前的懒散之色。呵呵，今日本神君心情好，快滚吧！身为神指联盟的四御天神君，带着低沉之声，冲着小龙与寒他们怒骂了一声。小龙看了看四周，然后再将目光看向四御天神君，冷哼一声道：“原来如此，你这是让我们做清理工作，而你却是想做渔翁得利的事情，真是好一个神之联盟啊！见我们差不多清理干净了才出来，还真是好算计啊！看来你也知道再走下去吗，便是能够抵达灭世神火的所在之地。”哈哈，我神指联盟做事，还轮不到你们这些蝼蚁指手画脚的。四御天神君当即大笑起来，以他的实力，只要他愿意击败几位5重天卫神之下的神之，简直就是轻松无压力。旋即，四御天神君的目光仔细地观察了除了小龙与寒以及吞吞之外，并没有之前那位让他都感到一丝危险的那位倾城女子。你们不是来了4位吗？还有1位呢。四御天神君带着一丝试探性的话语问道：“都知道我们来了4个人，看来你有关注我们啊？还是说你很关注能让你感到危险的那个人？”小龙似是知晓四御天神君心中所想，直接果然地说道：“呵呵，真是一个牙尖嘴利的臭小子。既然如此，你们可没有什么退路了，要不就死在本神君的手中吧。”既然那位倾城女子不在，四御天神君也不再担心什么。被一名4重天卫神实力的臭小子说中自己心中的想法，一股杀意也是悄然升起。他的美眸望向小龙与寒吞吞3人的身上，极为自信的道：“你们一起出手吧，尽早解决，因为我不喜欢墨迹。”小龙与寒那一对漆黑的眼瞳中带着一丝漠然无情。在持续了片刻之后的对视，双方依旧没有任何人说话，但在这空气中的气氛却是越发的剑拔弩张。哈，神指联盟还真是目中无人啊！小龙神色淡漠无比，对于神指联盟也感到了极其的厌恶。难怪他们的老爹对于神指联盟如此的不相来往，而如今更是做到了自己的所在势力与神指联盟的抗衡。虽然明面上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但在暗地里，他们双方也是有着不同程度的抗衡。或许四御天神君不认识小龙与寒他们，可是他们却是认识神指联盟的这些神君。小龙可是在自己的那位娘亲嘴中听说过，自己的老爹当年可以是一己之力独创神指联盟，当时就是9大神君以及神秘阁主，在这般超级阵容之下的围剿中，也无法拿下他们的老爹，并且还重伤了神指联盟的9大神君。而那位神秘阁主虽然没有被重创，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后来掌控了大纣的气运之道，更是再次几亿人之力闯入神指联盟，强大如斯的力量震慑了神指联盟上下。最后神指联盟直接是出动了9大副盟主，一起联手大战他们的老爹。可最终在9大副盟主的全力联手之下，才将他们的老爹逼退。可以说他们的老爹当年以一人之力对抗了整个神指联盟，且不败。要知道9大副盟主的实力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层次领域，除了盟主，他们乃是联盟中最强的恐怖存在。现在想来，他们那位老爹的实力实在是深不可测，恐怕早已经达到了一个未知的神境领域中。废话少说，出手吧！森寒的声音落下后，一股可怕的神之气息瞬间弥漫这片天地。突然间，地面开始重重的抖动起来。四御天神君在自己面前的虚空轻轻一握，一道可怕的武器便是出现在他的手中，其上拥有着无比诡异的图文，仿佛蕴含着极其可怕的力量。小心一点，对方的实力明明比我们都要强，竟然还拿出了如此可怕的武器，看来想要杀我们都要万无一失啊！小龙的面色凝重，实在是有些无法想象，眼前的这位神君居然在对付他们的时候会直接拿出如此强大的武器出来。下一刻，双方并没有任何的废话，几目交织，狂风骤然大作，4道身影以一种最为蛮横的姿态狠狠地撞击在一起。刹那间所爆发而起的惊天波动，让的神指联盟的那些人急急后退。在这巨大的宫殿中，4道身影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闪现着，而伴随着3道人影的闪掠浮现，四御天神君灌入强大的神力，挥舞着手中的武器，散发出无比可怕的恐怖波动。虽然小龙与寒以及吞吞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在这激烈的对碰下，火花不断的溅射而开，使得巨大的宫殿墙壁在此刻逐渐的寸寸崩裂，一道道裂缝蔓延而开，仿佛马上就要坍塌了一般。面对着小龙与寒吞吞3人的全力联手，四御天神君依旧是从容不迫，没有丝毫留手，手中的武器所爆发出来的力量足以轻易击杀5重天卫神之下的强者。所以感受到对方如此恐怖的力量后，小龙与寒2人也是爆发出了圣龙气运之力，而吞吞也是化为本体，巨大的祖涛神兽之躯在虚空中疯狂的舞动，伴随着咆哮声如同旋风一般弥漫整个天地。不过四御天神君与他们3人的不断交手下，渐渐的发现眼前这3位虽然那实力比他们弱很多，可是他们所释放出来的力量不同于神之力量，才导致自己无法彻底的压制住对方。但是击败对方也是迟早的问题罢了，所以四御天神君根本就没有那么着急，反而交手的极为随意。伴随着这般交手的持续，小龙与寒他们竟是真的逐渐的落入下风。4道身影在巨大的宫殿中再一次的激烈碰撞，可怕的声波如同涛浪一般席卷而开，3道身势噔噔的倒飞了出去，
脚步生生的在巨殿上踏出10几个巨大的深坑，三人的全力攻击竟然也被生生的震退。四域天神君的实力果然还不是他们目前所能抗衡的。然而就在此时，在这宫殿的深处，竟是有着东西在闪烁着，瞬间伴随着闪烁，一股热浪急速对着他们弥漫而来。见此，小龙他们急忙的运转神力，将自己全部包裹起来。刚好包裹完毕后，那股热浪瞬间吞噬他们的身躯，就连四域天神君也是这股热浪笼罩其中。炙热高温的火浪一层接着一层的扑面而来，仿佛这整座巨大的宫殿更像是一座鼎炉一般。寻常的天位神根本无法承受其中的高温，一旦触碰就会被其中的力量所吞噬其中，就算实力再强也抵不住如此火焰的焚烧。火浪直接是以极快的速度将小龙与韩吞吞以及四域天神君彻底的笼中其中，当然那身后数百名的神指联盟强者也都纷纷吞没在其中。整个巨大的宫殿都是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仿佛坚持不住火浪的冲击一般。不过最后这座宫殿依旧没有坍塌，看起来这些宫殿是由特殊的材质建造，而建造这座巨大的宫殿之主恐怕也是一位极其强大的大能。火浪充斥了宫殿的每一处角落后，刚刚那炙热的力量才渐渐的消散。随着火浪消失后，神器联盟除了一些实力较强的强者外，其余的已经被火浪彻底的吞噬殆尽，就连神魂都是焚烧的一干二净，根本就没有任何轮回的机会。虽然说神之联盟的成员都拥有着可以轮回复活，但是一旦连神魂和神体都不在的话，那么也无法将其重新复活。原本天位神就是能够凭借着自己的神魂可以复活自己的神体之身，可是现在连神体和神魂都没有的话，那么就无法有着复活的机会了。刚刚那股火浪当真是可怕无比，三重天位神之下的强者皆是统统陨落，包括一些三重天位神的强者都是身负重伤，所以这一次神之联盟的数百号强者已经死伤一大片了。除了其中有着数位实力还可以之外，其他强者皆是在这一次的火浪中陨落。怎么一回事？这股热气难道是灭世神火出现了？四域天神君看到自己这边的人马已经损失一大半之后，此时的他也是有些吃惊，甚至还感受到宫殿深处的那股可怕热浪，就连他都变得无比的认真起来。毕竟刚刚那等火浪真的是灭世神火释放出来的话，这排名第3的神火足以毁天灭地般的恐怖存在，就算真的得到，恐怕也很难收服它。但是其中所蕴含的火神本源更是超远其他神火的力量。当然除了排名第1和第2的神火之外，这等大洲的神物何等不让人起了贪心，甚至有时候还会忘记自己究竟谁才是猎物。没有足够的实力想要收服神火基本是不太可能，更何况是第3名的神火。小龙与韩吞吞三人也是无比的震撼，刚刚的火浪冲击太过强大了，以至于他们使出了全力应对。小龙、小韩，你们没事吧？吞吞第一时间就是对他们二人的关心问道，二人也是摇摇头，目光凝视着宫殿深处，认真了起来。小龙没有了以往的那等潇洒，因为刚刚的那股火浪中所蕴含的力量已经超乎了他的想象。在他们震惊的时刻，宫殿深处的空间像撤出一声大爆炸之声，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也是猛然的感觉到脑海深处传来一阵眩晕之感，旋即急忙瞪大双眼，双眼睁开，引入眼帘的是一片紫色岩浆的海域，岩浆中时不时的有着紫色的火焰窜出，这些紫色的岩浆一直蔓延到视线的尽头，仿佛这个空间完完全全就是岩浆的海域一般。在岩浆海域的上空，有着一些极其庞大山石悬浮，大山石之上还有着一个巨大的银色光圈正缓缓地旋转着。出来了！见到这突然浮现出来的陌生地狱，小龙和神指联盟的强者更是打起了十足的精神，惊呼出声：灭世身后的本源终于要出现了吗？诸多神指强者看了看那处空间，有些心惊的道，毕竟刚刚那火浪的可怕也是让得他们实在是有些怕了，这灭世神火的力量真的不是他们能够所抗衡的存在。然而四域天神君发出一道低沉之声，脸庞纸上浮现复杂之色，声音都变得无比的森寒，道：这灭世神火的确强大，仅仅依靠本神君一人压难以将其收服，要不大家现在就一起上，将这灭世神火给镇压了，最后再靠彼此的实力去争夺如何？就在四域天神君的话音刚刚落下，他们的四周虚空上有着诸多的强大能量波动传出，突然掠出一道道身影，他们悬浮在天空上，脸庞上却是布满着对灭世神火的惊惧，并不是像之前那般从容，其中包括四域天神君也是如此。你们终于舍得出现了，刚刚我就感应到你们隐藏在暗处，怕是想要做黄雀吧？四域天神君淡淡一笑，然后接着说：可是现在大家都做不了黄雀了，想要争夺灭世神火的本源，就必须大家合力解决，不然的话我们谁也无法得到神火。随着四域天神君的话语传出，刚刚出现在那些强者中有着5大神格之一的灵神格、雷神格、御神格的第一天骄，以及其他超神势力的天骄，可他们没有答话，而是正在思考着对方说出来的想法。不到片刻的时间，灵神格的那位高权站了出来，目光看向宫殿深处区域，感受到那里近乎可怕毁灭般的神火气息，就连他都不敢一人去靠近。好吧，看来只能如此了，我没有意见，
高权双手抱胸，然后把目光转向四域天神君。见到高权同意，其他几位神阁的第一天骄也同意点头，以及那些超神势力的天骄也只能暂时一起合作，先镇压了这道神火后，再做其他打算去争夺灭世神火的本源。哈哈，好，既然大家的意见相同，那么再好不过了。这灭世神火出来也好，免得浪费我们寻找它的时间。有我们诸多的超级神祇联手，本神君就不相信无法收服一道灭世神火。四域天神君说完最后一字后，他的周身便是有着极其可怕的神之气息。在场的所有强者，包括各大神阁的第一天骄面色都是一变。这四域天神君的力量果然已经高于我们很多，6重天位神的实力很强。他们的目光皆是投向了宫殿深处的紫色岩浆海域上，那里紫色岩浆缓缓凸起，一个约莫100丈庞大的岩浆之柱